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很高兴可以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访谈。Hello，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那其实我们的火星演唱会作为一个到现在来讲已经是很有代表性的个人品牌了。那么在树立我们的品牌的这整个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自己认为具有挑战的事情？其实第一次开演唱会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是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做了第一张专辑出来，因为有了作品才有这个勇气去开个人演唱会。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很突破挑战的事情。从那之后，相当于我是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内快速的去适应了音乐行业的这种快节奏方式。直到后来我们第一次做体育场的时候，直接去开到了鸟巢，再到后面变成乐园形式。因为我们光做这个方案就做了有3年之久，不断的否定，不断的去实行，然后还要去跟很多的品牌啊、商家去合作。因为这个演唱会已经不单单是只有音乐，而是通过音乐来去连接了各个方面的文化。其实刚才我们在访谈当中提到了一个日出场，这一点我其实特别的感兴趣。除了能够看到真实的日出之外，有没有内心的这种日出的感觉，说我要再开启新的一个篇章？一定是这样，这个也是我想要去做日出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当你真正身处在一个仪式感里面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属于真正的一个放松状态，并且可能会对你来说这一生都会是你非常美好的一段回忆。可能你经常经历天黑到天亮，但是一起在一个特定的环境，比如说海边，从海平线看着太阳升起来，那一刻可能对你来说是你一辈子都会记得这一次的天黑到天亮。火星演唱会其实是大家共同去设想的一个演唱会，它不是只属于华晨宇一个人，它是属于整个大家庭里面的所有每一个人。那么回顾过去的话，你认为你自己的人生可以划分为哪些阶段呢？因为我觉得第一肯定是学生时代嘛，从学生到工作，这是一个阶段。出道之后就是一直处在一个什么都不去想，就是专心做音乐，表达自己的态度，分享自己的音乐理念，分享自己内心的一个状态，都在跟大家讲华晨宇。后来又到了一个阶段，很多人不太关注华晨宇的音乐，可能会更关注华晨宇的生活。后面又到了一个阶段，是发现时间长了，慢慢回归到平静之后，就会觉得我其实还是我自己，不管大家对我的看法怎么变，可是我始终还是我，还是应该坚持自己，然后好好的生活，多去反思一下自己，反省一下自己，让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音乐生活当中，这里边有哪些自己的相对来讲记忆深刻的片段，我们可以来去分享一下吗？其实我生活上有一个大的转变，就是我开始尝试去多出门去走一走，然后去多接触一些人，比如说朋友，比如说甚至是很多陌生人，会接触到很多的不认识的人，会跟他们开心的聊天，不断的去听别人的故事。我的生活里面如果产生的一些焦虑，可能会和大部分的人其实是一样的。我觉得自己挺孤独的吧，然后有时候觉得自己属于独特的人。当开始生活的时候，发现自己其实开心与难过，或者是焦虑的一些烦恼或者怎么样，其实是和大家全部都是一样的。所以从那之后，我的音乐作品就会变得，一是结合自己，二是从大家的角度来去写。那其实这个生活对我来说是一个不一样的，就是只是在音乐层面上。以前我们会认为你的歌好像有点另类，但是最近这几张专辑也好，歌曲也好，好像多了一些这种治愈系的走向，对吧？那所以说这种变化原因是不是也跟刚刚我们所提到的生活相关？其实就是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因为我是读音乐学院嘛，然后当时我有一个乐队，不只是中国的音乐，全世界的音乐都会要大量的去听，然后从古典乐到现代音乐。当接收到了大量音乐之后，会发现10几年前我们在中国的流行音乐其实是，当时我的感受就是它其实有点固定化，因为那个时候比较年轻气盛嘛，然后觉得我就要做不一样的音乐，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华晨宇的音乐会不会有点奇怪，有点另类。但其实对我来说，那样的音乐放在全世界其实不算是另类的音乐，
乐，并且我也希望当时我做的音乐能够影响到比我更年轻的未来的音乐人，他们能够有勇气去跨出那一步，去更不一样的音乐。有2年我当过一些音乐类的选秀节目的导师，有一些来参加比赛的那些选手们，他们已经比我小至少有5、6岁吧，那个时候。他们在跟我聊的时候就说，我上学的时候就很喜欢听你的音乐，然后说你知道吗，你的音乐给了我很大的一个鼓励，让我敢去表达。刚刚你说到我们的中国音乐，希望它可以走向全世界，能够传播到全世界。那么作为音乐人来讲，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呢？首先得要创新，并且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不断去尝试结合中国的音乐元素。所以这几年我也在尝试说能不能把更多之前学到过的一些音乐上的知识，把流行音乐和中国的传统相结合，然后来去做一个突破和创新。我觉得这样的音乐可能是我们国家每一个音乐人可能都需要去做的一件事情，不断去尝试的一件事情。也希望能把这样的音乐相结合完之后，能够让全世界更多人能听到这样的音乐。比方说，那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从哪里先入手？首先得了解中国的每一个乐器，我觉得这个是最主要的。中国大鼓其实非常好听，哇！我经常会在音乐里面，我的作品里面用到中国大鼓，因为我觉得中国大鼓是一个很有力量感的乐器，我觉得它会比传统的架子鼓听得要更激励人心一些，所以我会经常用到这个乐器。再就是有一个比较特殊乐器叫编钟，乐器之神的这种感觉。我记得我有一首歌叫做《小镇里的花》，我当时第一个版本编曲上面其实用的比较西方，用了好几把电吉他这样，后来又编了一个民乐版，我把里面很多乐器都用民乐的方式来替换掉，发现它听感上会有一种更不一样的感觉，甚至感觉更贴合一些。包括我最近写的新歌也在去跟民乐相结合，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慢慢尝试，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做完之后，当有一天大家能听到的时候，至少这个作品它一定是让你不会失望就好了。我觉得作品本质才是底气吧。那我觉得其实到现在来讲，我们作为一个90后的音乐人来说，其实成长它的过程也是在一直不断的跟整个的时代进行接轨，甚至同频共振的这个过程。那么这么一路走来，出道了这11年的时间当中，有没有一些比较深刻的感悟或者领悟？我觉得这个时代发展其实是带来了很多美好和便利，我很希望就是大家能够感受到，比如说演唱会，我就希望演唱会能够带大家去更多的地方，或者是更远的地方，然后让大家平时在快节奏中能够慢下来去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而且要结合到音乐作品来去推崇这些地方。包括这一次我们去烟台去开那个日出演唱会，因为我们看了很多个城市，其实也筹备了3年。我们这个演唱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是晚上开嘛，你得深夜才能开，凌晨之后就很容易遇到扰民这个情况。如果说避开扰民这个情况，那就要去很偏僻的地方，但偏僻的地方就会意味着交通又会不方便，所以又要找交通便利的地方，你飞机火车都能到的地方，然后还得有地方文旅政府的支持，然后其实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困难。我们最终选到烟台这个城市，就是觉得它好像各方面都符合我们想要的一个条件。面对很熟悉你的粉丝和那些可能还不认识你的人，能送上一些什么样的话？我想对熟悉华晨宇的人说，华晨宇比你们所认识、所想象到的可能要更全面。我想对不认识华晨宇的人说，华晨宇其实和你一样，都是希望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